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我們歡迎來賓，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張妍婷張將軍。思敏好，大家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簡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淡江大學財經系教授聶正中老師。思敏，各位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趕快來關心的是川普的關稅哦，是不是要大崩盤了？現在最緊張的事情就是緊接着的感恩節、聖誕節要到了，但是卻面臨高通膨的悲歌。尤其現在川普針對關稅要祭出一些的豁免哦，甚至要讓這些在美國國內的商品價格降下來，於是呢，他就針对南美洲的牛肉大開放。這一開放啊，是讓美國的農民非常的憤怒哦。另外一方面，川普針對大陸的各種措施，恐怕導致自己如果要生產聖誕樹，價格可能會逼到換算新台幣9萬元。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趕快來看到今天的3個火線話題，請來賓幫我們做解答的通膨炸裂，川普現在要擴大關稅的豁免，來壓住現在一直不斷攀升的物價，於是呢，這個南美的牛肉大開放，但是美國農民怎麼辦呢？關稅到底是不是被他親手掏空了？第二件事情，聖誕節現在變成一個經濟災難哦。美國人最新民調有一個信心比哦，說這個比2008年金融海嘯的時候還要更憂心了。尤其是聖誕樹價格，現在可能哦，根據這位 CEO 的說法，飆到3000美元，他都不驚訝。這換算新台幣已經超過9萬元了。川普的貿易強硬路線是否毀掉美國人的聖誕節？最後是來關心的是高等法院要針對川普的這個關稅對等關稅來做這個是否有違法的現象？那川普會不會之後就算違法，他也強硬可以靠他的301(1)(2) 條款來硬撐下去呢？美國的關稅戰還要繼續下去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的來做關心。趕快來看到的是緊接着沒有過幾週的感恩聖誕節，大家會觀察說，這個消費信心跟消費力道到底如何，才能看出現在美國的整體的民生的經濟狀況？但是現在恐怕陷入到一個叫做血拼寒冬啊！川普的關稅戰現在說可能玩不下去了。為什麼這麼說？紐約時報來自於他的爆料說，川普正在準備，竟然他要大幅的擴大對等關稅的豁免範圍，來壓低食品的價格。他不是一直說沒有通膨問題嗎？怎麼好像要偷偷的來做這件事情了呢？來看到商務部長盧特爾尼克也有提出比較具體的一些辦法。他說，現在確實民怨的來源就是來自於食品價格啊，應該將許多的食物納入在豁免名單當中。哪些食物可以豁免呢？這邊根據了解，他說了預計會調整，還沒有跟美國達成貿易協議的國家就可以達到豁免。那品項可能包含了美國的牛肉，今年不是暴漲幅度超過13%嗎？還有柑橘等等。白宮另外針對南美洲國家也有更多的讓步，包括白宮11月13號宣布的阿根廷、瓜地馬拉、厄瓜多以及薩爾多瓦達成協議，對於香蕉、咖啡、牛肉會進行關稅上面的減免，這些都是美國人比較常吃的一些東西哦。而且川普現在是要救民調嗎？因為有60%的民眾對他不滿，所以最新我們看到他12號召集了10多位來自於華爾街的大咖，大家聚集在白宮一起吃飯。那根據了解呢，這個到場的人哦，真的非常的大咖，都是比如說摩根大通的執行長啊，避險基金的大亨啊，或者是貝萊德執行長、摩根士丹利執行長等等，是不是都在討論美國的經濟接下來怎麼辦呢？好，這個通膨導致的民怨哦，川普如果真的把沒有簽協議的國家全面豁免，那是不是把那些原本早就談好的國家等於當作盤子了呢？川普進口南美的牛肉會不會背棄美國農民？老師怎麼看？OK， 第一個我想講哈，如果大家記憶猶新的話哈，在沒有多久的過去1個月、2個月之前，那麼希望這個 Fed 能夠降息的聲音在反銷層面的時候，你會發現大家都說，通膨沒有發生啊，關稅也打，3、4個月、4、5個月以後沒有發生啊，那是為什麼？各位，經濟學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話語叫做 “Free in the shower”。請問一下，你洗過澡吧？你洗澡的時候，冬天是不是要用熱水？打開熱水的時候還是很冷，你一定弄很久才進去。進去之後太燙了，你又去關，那個水有一段的時間，我們在這個經濟學名叫 lag， 叫這個停滯或者滯泄，這有一段時間的落接期。也就是關稅一定會打出了所謂的通膨。
所以說通膨將來就會是美國經濟很重要的一個重傷的一環，也就是大家可以在期待的 Fed 可能還會再怎麼樣降息，因為它很有可能因為通膨要升息，那經濟又不好又降息，就再升不能降，那將來又為了救經濟又要降息。好，那我們今天不談這個，我們只談川普是什麼人？他不是經濟學家，所以他搞不清狀況。他打關稅，他想得太天真了。他這一重拳一直打別人，但是你知道他自己手也受傷。他現在受傷的還蠻重的，所以他產生的內憂外患哈。我先講一下哈，很多的商品不是你說啊東西貴了我可以不要買。我們在經濟學有一個東西叫做彈性，叫做我們講需求的價格彈性。我們對某種物品，如果價格漲了，我們還是需求的話，像每天一定要喝牛奶要怎麼樣的話，這個東西我講不可避免的必需品，價格彈性較低的，你必須接受，你價格就會漲。現在他們會慢慢發生這個問題哈，所以呢，我必須講說，他就必須對部分還沒有這個所謂的關稅加徵的這些國家，還沒簽協議的這些國家就開始豁免，不是啦。其實我跟各位報告，這些國家他早就盤算過，這些國家都屬於比較類似基礎的天然資源的國家，也不是什麼生產大國啦。它就一些生產直接香蕉、咖啡從樹上拔下來，從這個這樣養出來的東西，叫做第一產業的，你知道，農林漁牧第一產業的這些國家，它不叫科，為什麼？這種國家跟他來講是貿易沒有所謂赤字，是他對別人赤字，他是盈餘。所以它沒有先科，它一定是科像日本啊、這個歐盟啊、韓國啊，最後台灣、東南亞這個國，因為你們在賺他的錢，這些國家是他等待最後，我們民生需要的東西，你慢慢養我的，所以我們不要去管這個簽不簽協議，或者說有沒有好像對別的科的關不公平，但重點非常清楚了，這個對美國的農民是非常大的傷害。對，比如他這個牛肉，講完這個怎麼辦呢？你說從阿根廷進，但你傷到他本土的這個農民啊，對不對？甚至他在關稅也當然打的時候也，另外一級是當人家不給你的不買你東西，這個大豆農民也很慘。我要講他不管進和出都出現了問題，這就是我要講他的內憂外患。第一個他的內憂呢，就是我們講的通膨會慢慢產生，這個人民會慢慢的這個信心也會減弱，就像剛剛講的，這是一個問題。那麼當然還有一個呢，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嘛哈，當你不花錢的時候，那可能國家經濟就會盪下來。還有一個內憂外患，就是他現在對打關稅還碰到了高等法院這樣的壓制，其實他心裡也會忐忑不安，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麼手。再就我講對外來講，國際間它有內憂外患，因為我們剛剛講的，不管消費者信心的降低或等等通膨的因素，會造成它的經濟將來在不久將來也會這個 decrease 會下滑。這一下滑是對國際間的憂，因為它現在講不好聽，你看。中國，我講一個最近最有趣的東西，就是中國發行的用美元的主權債券，卻能夠有這個30倍哦，是美國的10倍的認購率，是這叫做超強信心。所以當你經濟再下去的時候，我跟你講，大家對你已經沒信，你自己發自己的錢，人家對你認購率只有3倍，人家都30倍了。你要知道，隨便一個國家底氣比你強到這樣，請問你還敢把你經濟弄得更慘？這是外憂。還有一個更重要是，你打關稅打到很多自己的同盟的國家，這些國家心裡都不會很舒服，慢慢的都可能會心裡背移。那表面只是因為你好像還是一副霸主之姿態，他會擔心。但我覺得不久將來連盟友都會減少，這就是他所謂的內憂外患。確實哦，現在看起來這個高通膨只會越來越嚴重，非常直接的影響就是接下來直接要到來的感恩節跟聖誕節。現在做最新民調，美國民眾經濟悲觀度比2008年金融海嘯的時候還要糟哦。那這個是美國最大的節慶裝飾公司的執行長他自己出來親自警告的。他認為說，雖然現在美國對中國的關稅已經降低了，但是確實還是很高度的存在的，所以美國恐怕出現這個叫聖誕樹荒。美國如果自己生產一棵人造聖誕樹，價格可能是換算台幣9.2萬元的天價。而且呢，這邊有另外一個單位做了一個調查，美國消費者今年的消費大約是1595美元，換算新台幣近5萬元。但是這個幅度已經較去年大減了至少1成，尤其可以看到 Z 世代正在收手。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現在就是說，美國出了一些問題，我認為是要從4方面來看。第一個，美國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美國實際上，我們講消費率好了，我們不要講所得，消費率是怎麼樣？10%的消費率占美國的消費率了，占50%，一半。我雖然就你把它分成这個100%，你前面的這1/10占整個消費市場一半了，那其他90%，那你也只消費一半。你看差距大不大？大。那我們喜歡拿20/80，好，那我們拿20/80再看，前面最富有的20%，它消費全美國的67%。你說大不大？那剩下的80%，那你只有1/3。对，你看看，這就是貧富差距。貧富差距大的話，你會造成這個現象會造成整個信心指數
那個受影響。所以你剛才講到的這個，它的1595美元，那去年的時候消費是1778塊美金呢。那你一換算一減少，這183塊美金就是新台幣5000塊。你看看，你今年的消費要比去年要少少5000，為什麼？我變薄啦，是不是变薄？那我們來看儲蓄率。儲蓄率，我有錢，我現在雖然收入少，但是我有存錢啊。我現在把錢拿出來花，美國儲蓄率很差，美國儲蓄率只有4.4%。中國大陸多少？中國大陸儲蓄50%，就賺100塊，我花50，存50就對了。台灣的儲蓄多少？台灣儲蓄其實還好，賺100塊啊，花75。台灣是存25塊，美國就4.5，4塊半，那其他都花光了。所以換句話說，美國是月光族。你現在月光族，你沒有存錢，你現在只要經濟上稍微一有動盪，你沒辦法消費。所以這個問題出來了。那第三個問題是什麼？第三個是通膨。美國去年通膨是2.9%，今年通膨上漲啊，現在已經到了3.1%，就通貨膨脹。我們知道通貨膨脹啊，那個價格上來之後都不會回去的。你去外面的時候，面漲價了，等到什麼豬肉什麼店價。都回穩的時候，它價格不會向下調，不會回來。那你現在通膨增加了，那我以前10塊錢可以買3樣東西，我現在10塊只能買2樣東西了。因為什麼？因為貴了嘛，通貨膨脹了嘛。你現在以前買3樣，你現在只能買2樣啊，是不是？所以通貨膨脹率也受到這個影響高。為什麼高？因為你對等關稅啊，對等關稅。你對等關稅加我把這個東西我要賺錢啊，我把這個加到貨品上面，所以你就感覺到大家消費者都貴了吧？買東西都貴了，對，這個就是對等關稅。你打關稅戰，物價一定會上漲，不可能低的嘛，因為它會加到物價上面嘛。那第四個，我們講了美國國債，美國國債在上個月在10月的時候已經突破38兆，38兆美元就是38萬個億美元。你看，你國債一高之後啊，你可以容許的這種調撥的能力就差了。我以前的時候，我沒有什麼國債，我可以對大量補助大家。現在我已經國債太重，我怎麼補助大家啊？沒有辦法補助了，沒有這個補助的空間了。所以我認為這4個因素會已經造成美國在聖誕節比較難過了。好，今年聖誕節、感恩節恐怕都不好過了，這一切都是從這個關稅戰引發的。所以最高法院現在做了調查，如果說川普的關稅這個對等關稅確定違憲的話，接下來川普他們有沒有什麼辦法呢？答案是有的。白宮就說沒關係，就算違憲，我們有2個辦法，我們可以祭出第一個叫122條款。總統可以立刻再加徵15%關稅，而且能撐150天。第二個叫301條款，需要經過美國的貿易代表署調查，但是關稅啊沒上限的，我想延期就延期。接下來這個關稅會持續永遠停不下來，繼續玩下去嗎？對於美國的衝擊，酈將軍。我覺得如果說這次關稅的話，對美國如果沒有造成很嚴重的傷害來講的話，以川普的個性，他會奮鬥到底哈。那我們現在看到就是這2個後續來講，他可以引用的這2個法條，一個是122條款，一個是301條款。那如果說按照122條款來講的話，因為它這個稅率只能到15%嘛，而且時間來講只有150天。但是301條款的話，它剛好就相反，它第一個來講的話，它沒有稅率上限，也沒有時間限制。但是它必須要經過這個貿易代表署的這個調查，還有徵詢所有企業界的同意以後才可以實施。所以我認為川普他應該是會引用122條款，然後再用301條款。當然這個狀況是在美國最高法院如果裁定說是他這個對等關稅是違法之後，他才會實施的。可是我們也看出來，光不要說引用這2個條款，在目前來講，我們就看到美國因為通膨造成老百姓已經感受到自己身上。那因為10月份由於是美國自己的這種關門，所以很多的數據沒辦法調查出來。但是老百姓能夠感到身上的痛，第一個就是食物嘛，食物他們感覺到食物漲價變貴了。那食物漲價變貴，不就是因為川普的對等關稅嘛？我們看到他對巴西這個牛肉或者是咖啡徵到50%的關稅，然後跟阿根廷這些國家，那時候美國飲食習慣我們都知道，美國人喜歡吃漢堡嘛。那個漢堡如果說牛肉來講的話，漲價這個關稅徵到這麼多，最後這個業者一定將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所以這個民眾來講，第一個感受到食品，因為食品是每天3餐都要吃的，立刻可以感受到哈。但是所以說聖誕節來講的話，我相信大家消費一定會縮水。就是我以前來講，我可以買很多這個給小朋友啊或給朋友的禮物。那今年來講的話，我的預算可能會縮水。另外來講，包括聖誕樹這些布置可能都會這個盡量降低預算。
所以我覺得美國哈，如果川普來講的話，他一直不肯承認這個關稅造成美國這個一般平民很大的這種生活上的傷害，造成通膨影響的話，其實他現在已經嘴巴已經在改口了哈，他現在已經有說，關稅是有一些加在民眾身上，但是我覺得以他的個性來講，不會輕易的服輸，但是我們後續可以繼續再觀察了。我覺得老百姓如果說沒有給他壓力來講的話，那可能川普不見得會認輸。可是現在從美國哈這個4個州的選舉，4個民主這個4個州的選舉已經落敗的狀況之下，我覺得很明顯，這個川普應該感受到民意的壓力在這個地方。好，謝謝李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